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号在东京与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会面，并共进早餐。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两人在会中谈到加强美日同盟、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未来愿景。岸田文雄强烈谴责中共4号发射的弹道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中国に対し強く非難し、抗議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そして今般の中国側の行動は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に深刻な影響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軍事訓練の即刻中止を求めた、こうした旨、述べ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资讯，中共8月4号发射出9枚飞弹，其中有5枚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对此，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当天紧急召开记者会，表达严厉谴责，强调此举引起了日本人民安全的极大担忧。中国の弾道ミサイルが我が国の EEZ 内に落下したのは初めてであると認識しています。我が国の安全保障及び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あるとあります。強く非難いたします。また、中国に対して外交ルートを通じ抗議をいたしました。另外，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也强调，为了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日本和美国将继续紧密合作。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瑞珍，台湾台北报道。这个声明，中方坚决的反对，因为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公然为侵权者来张目，反而向维权者来施加压力。公理何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何在？如果让这种腔调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中国坚决地拒绝这个声明。中国维护的是中国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的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在维护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因为不干涉内政，这是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不能让丛林法则重新来主导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机器声明只是废纸一张，绝对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响应。而我们看到的是100多个国家已经站出来，表明他们的态度，坚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侵犯中国的主权。我们看到联合国也做出了表态，古特雷斯秘书长以及他的发言人相继表示，联合国会继续坚持2758号决议。2758号决议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这才是我们国际社会的真正的共同的声音。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中共的舆论引导下，不少所谓的爱国青年一时无法接受佩洛西成功访台的消息，情绪失控，甚至直播打脸的画面，抗议中共当局只敢叫嚣，丢了国际颜面。不看了，关了手机，睡觉。我下飞机了。还有上海青年跑到当地的美领馆前，准备喷漆涂鸦抗议，结果刚下车就被中共的便衣警察发现，抓走写检讨。而这股所谓的爱国热情还延烧到中共政府机关门前，一名男子拉起10米长的横幅抗议当局不作为，最后遭到警方驱离。也有民众专门买鸡蛋去砸厦门市政府。那个美国的到这边呢，共产党的都不敢吭一声，
我就买了些鸡蛋砸这个市政府，厦门市政府啊。明白人知道他不敢的，他就怕真的擦枪走火。因为习近平来讲，他现在要保20大之前的一切平稳，他想3连任。这次中共对美方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弱表现，等于是中共的人设崩坏、信用破产，重创了小粉红对党的拥护，从而由爱转恨，开始对党展开报复和反击。还有民众痛哭流涕，内心十分委屈，控诉中共骗人。统一是句空话，我们都被欺骗了，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根本就没有统一。受到中共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恐怖统治，再加上信息环境的高度封闭，大多数人无法取得足够的信息，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另外，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因为翻墙到海外为中共政权放狠话，也遭到不少网友的挞伐。有网友质疑胡锡进的背后可能是受到中共指使。除了爱国粉红们表示信仰崩塌，也有网友将佩洛西称为二姨，表示她治好了中国人的精神内耗。一瞬间，大家都不关注储户、断货、烂尾楼，隐私信息泄露了。像动态清零封城、唐山打人案、银行暴雷等等，让很多老百姓重新看清中共。而这次佩洛西访台，则是触动到那些迷信中共的小粉红。中共的谎言统治和欺骗宣传正在反噬自己，动摇政权的稳定。新唐人记者雨婷、李韵采访报道。当年基里奇众议院议长对台湾的访问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反对。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和资格再做同样的错事啊，再犯同样的错误啊，不能把错误、过去错误作为今天重新再犯错误的借口和理由啊。难道美国要把他在历史上干过的那么多坏事、丑事，都要重新再做一遍吗？都是因为过去做过了，今天就可以有权利再做吗？这都不符合常识，不值一驳。希望美方的人士啊，以后不要再拿这个理由来搪塞了。4号晚间10点，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到印太之旅的最后一站日本。82岁的裴洛西过去6天5夜访问了5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台湾。5号，裴洛西率领民主党议员团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美国不会允许中共孤立台湾。The Chinese have tried to isolate Taiwan. They may try to keep Taiwan from visi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other places, but they will not isolate Taiwan by preventing us to travel there. We've had high-level visits, senators in the spring, a bipartisan way, continuing visits, and we will not allow them to isolate Taiwan. 记者会全程约半小时，裴洛西共提到15次台湾。面对中共战狼式叫嚣和威胁，裴洛西3号的声明稿写道：由于中国共产党反对，台湾被阻止参加全球会议。最近一次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但中共他们无法阻止全球领袖访问台湾，向台湾繁荣的民主致敬。Our representation here is not about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here in Asia,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of Taiwan. It's about, aga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China policy, all of the pieces of legislation and agreements that have established what our relationship is, to hav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o have the status quo prevail. 中共近日在台湾周边海域实施军演，并发射10亿枚飞弹。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和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4号发布联合声明写道：北京不应该有任何错误的幻想，认为这些军演可以削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决心。事实正好相反，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台湾人决定自己未来的承诺。
新唐人亚太电视池千里、张瑞珍综合报道。有中国小商品之都的浙江义乌突发疫情，从8月3号开始，义乌全市封锁，全校停课，市场停业，连夜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回不去了，宗泽路路口进来就是封控区，进来以后就出不去，全部围在这里不让走，堵得水泄不通。义乌回东亚，回不了，都是钱。这么密密麻麻。义乌第2大夜市青口夜市8月2号被连夜封闭。8月3号，有大批民众被困在夜里24小时，没有食品供应，也没有水喝，他们高喊口号抗议。抗议！抗议！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好好要反正，抗议！在义乌经营小生意的刘女士向本台透露，过度防疫政策已经毁掉义乌的经济。2年半的疫情，几个月的封闭，市民早已不堪负荷。我认为是很愚蠢的政策，站在经济的角度上讲，这绝对是不明智的。各行各业，包括很多店铺都关掉的，所有的老板目前来说都是在亏本经营。我认识的一个老板娘直接从16楼跳下去了。在北京，8月3号，怀柔区发现一例本土病例，官方紧急划定2个高中风险区，超过1000人被管控。在河南省商丘民权县，8月3号晚间，当局发布通知，对全域人员实施赋码管理，对高风险区人员赋红码，对中风险区人员赋黄码，引发民众的不满。在舆论压力下，8月4号，民权市发布通知，紧急叫停全域人员赋码管理措施。同一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突发疫情，全市实施交通管制，吉宁区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交通要道被封锁，全部不能出也不能走，国道也全封了。新唐人记者赵凤华、王慧综合报道。